这是我们横过来了。对，朋友们，大家好吗？哎，看到没有，在同一个滤镜下，我跟刘畅脸一样小。在同一个滤镜下，我好像比你黑，还是比你黑，算了，无所谓。我比较红一点。我比较，行。继续开始吧。今天的主题是啥来着？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对于南派三叔先生的一个年底的小访问啊。不是你失业吗？不是，我没有失业，就是刚才那不算，就那一趴不算。我们现在重新开始啊！今天是2020年的12月16日下午3点多一点啊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正式开始了。首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旁边这位就是那个我们这一场直播就来讲他的货，就是他是特约嘉宾。我知道，我不是要说这个，就是我因为刚才说了时尚博主，所以我们还有旁白。因为就是就是这样，每次都是这样。对，每次。别，好，没关系啊。那个我刚才就是什么都没发生啊。我们现在就是介绍一下，就是南派三叔先生啊。然后今天穿的特别帅啊。因为没有头发了。我快了，我现在还有一点帅。上班偷偷看一眼啊。刘畅还能再演个3年古装吧，之后就只能演和尚了。不，还可以演轻功戏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去干点别的嘛。我们今天就是要采访。那既然说到采访，就有主持人，那今天主持人就是我了啊。然后，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，好吗？好呀，好的，好，那首先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，三叔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南派三叔，好久不见。好的，确实是好久不见了。三叔，最近忙碌吗？最近还可以，身体上还是在休养，然后也做了一些工作年底了嘛，没有什么心思工作，所以就很煎熬。题外话，今年有年会吗？我是问过一次了，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。不知道，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。他有提交年会的方案，你还上去表演节目吗？我觉得疫情的大形势下，我们可能不宜远行了。但我们可以小范围的。对，如果我可以获得就最努力员工之类的。你上次是不是拿了大奖？去年的时候。去年是这样的。去年其实你后来拿不到奖的，后来就是三叔说，我再掏点钱，我们再抽一个大奖，然后我就幸运的就是抽到了一个最大的奖。对，是的。所以就是你的命格就是最后那一下还再熬一下，是吧？对，然后我的命格还有就是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是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啊。刚才我们的管理员提醒我注意表情管理啊。好，那2020年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，不管是从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非常痛苦的一年。那我们问一下，就是这一年你最开心的事是什么？这一年最开心的事情啊。其实最开心的事情，搜索了我所有的记忆之后，还真是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。还是有吧，我觉得，比如重启开播那天，重启开播到重启闭播，我不是得了重病吗？对，但是你
开播那天打了我，所以我还记忆挺深刻的。哦，那天挺开心的。你从那天开始你就频繁上热搜了，你记得吗？被打上热搜。所以我觉得开心的事情的一个标准是，应该跟工作没关系，你觉得吗？是不是？工作是，我刚才就没有在工作里找就是开心的事情，我就在找生活中找开心的事情。今年半年时间好像是被偷掉了，好像一下子就没了，你不觉得吗？但是今年又特别漫长。是，今年确实很漫长，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被偷掉，因为从2月14日开始我就开始直播了。那我觉得当时我们直播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，结果你坚持下来了，对，我死掉了。倒也没有，但是就直播这件事情，我真的就是今天反正也是年底了嘛，我真的要就特别感谢三叔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三叔给我指了一条。有点歪。我正在说很感人的话，非让我调机位，真的是。用户感受。你很歪。好，现在想。我好着急啊！你们真的。好了。我们看就在厕所里直播。厕所倒没有这么亮了。好。我就继续说啊。对，就是特别感谢三叔，因为一开始就想着说，哎呀，也没有，这段时间肯定是没有戏可以拍，然后那你要干点什么呢？那我要干点什么呢？然后我就问三叔，三叔就说，可以试一试。然后当时我记得特清楚，就是有一句话叫做，你要先做嘛，先做，你做到一定的时间，你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效果。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，然后特别感谢三叔，我现在也是一个老主播了，比我老他1岁嘛，对，我是一个年轻主播啊，但是已经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主播了啊。那你还没有经历很多事情呢。哎，弹幕上打下了泪目啊，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啊。你看，从你最开始直播的时候。虽然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啊，那倒是，是吧？确实是。就我的想法一直就是一定要坚持，一定要坚持啊。然后我自己没坚持下来，我主要是我晕3D。我本来是想做个游戏主播的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就直接唱歌，没办法唱嘛，对吧？也唱过，但是唱。哎，最近直播还是唱歌吗？有唱歌，最近直播有什么新花样吗？有新花样啊！我上次找到我之前帮我做歌的歌，然后现场伴奏，然后我就可以像那种访谈节目一样，有那种就是那种钢琴起，对，然后就钢琴就起了，然后我就可以说那种很感人的话，然后就效果特别好。我之前想找一个就是钢琴伴奏，然后唯一会钢琴的那个就是您的经纪人，然后他不愿意，他说你不配啊。所以我的直播一直就是用别人的歌啊，就终于有了新花样啊。但是还没有跟大家讲。慢慢聊吧。哎，对，好，那这场外信息太多了。好的，那泡碗面去。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在生活里是没有的。生活里生活里开心的事情，真的这一年不多了。第一，我觉得比较开心的还是比如说，你这里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，我是比较欣慰的一个，但这也是属于工作了，其实也不算吧，你不算我的工作范畴吧？我不算，对，我是你的心头好，非常的虚弱，试探了一下，对吧？因为开除了。哎，别，哎呀，好，那工作里最开心的应该就是重启了吧？对，我一个是重启，还有另外一件开心的事情是，我把一本叫《世界》的书给出了是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开心的事情是在今年年底的时候，我把好多积压工作都完成了。
一样样都完成了这样子。然后我可能在今年农历年前能够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，就感觉上就当然不是说那种非常的客观上的做完，我懂是那种心理上觉得做完了。我懂。我觉得应该你能做完，能了却大部分的心事这样子。因为以前老是被事儿赶着走了，是对，然后也跟金兰珠出版社准备好好写东西了。是，然后以前说好好写东西，其实都是，我觉得是在骗自己了，对吧？但是今年也不光是骗自己吧，也骗了广大观众啊。他们已经不会说骗了，对，那倒也是会说骗了啊。所以就是这几件事儿都是，所以说从重启开始，重启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是很忐忑、很辛苦的这样子啊。到后面到现在，我觉得重启的能量到，就是给予整个体系的好处，所有的东西，我们当年的辛苦，你重新是，对你来说是3年吧，应该是3年。对我来说是2年。2年，对嗯，于我来说4年吧。4年时间，我一直就是很多时候都觉得是不是在一个项目里花那么多时间是，还是自己太犟了。现在想来还是值得的。值得。对，而且就说是重启，就是有好消息，就是重启还没有完全结束呢，这样子。大家听到了吗？重启没有完全结束的意思还有一是个小尾巴啊，或者是大尾巴。好的。Who knows？好的。那也就是说，重启这个项目相当于重启了你的就是缓慢进行的工作进程，对吧？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堰塞湖一样，它重启以前堵住了我的工作嘛，因为它特别的庞大。其实我之前说过，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探险剧其实是不符合社会规律的，对吧？对，这个，但是呢，现在就说是第一期，我想来是值得的值得的。第二就是那个，它结束之后的话，后面的经验包括它给我们带来助力让后面的事情很顺利。是的。希望未来只要疫情不要再反复这些我们觉得会慢慢顺利起来的。是的。好的。还有说的？没了啊。好的。那企业画饼文化，不，我觉得这一次是真的啊，我们不妨打一赌，就是打一赌是吧？打一赌，我赌这次是真的打一赌。对，打一赌。打一赌不是卖萌是吧？打一个赌是吧？打一赌。好。好的。那赌注呢？赌注就是如果这次是真的，就把你开除。我就把那次女装给你实现了。你还没实现呢。哇，我可是提供了巨额的资金啊！哎呀，你到底是多娇贵的公主啊！我是就是你请不起，就是你必须得这赌赢了，我才能把后面的事情干完的一个你这个，我这是巨额的女装啊，这是巨额女装，一定不超乎你想象，不让你失望，好吗？罗裙。就是我们后话再说，好，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结束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是，就是今年最遗憾的一件事情。那特别多，我靠，是在身体上面是非常遗憾，就是其实最让我打击最大的，倒不是就说是慢性疾病倒是颈椎的问题是的，就是我写了那么多年，颈椎都没有出问题，结果在重启建播的时候颈椎出问题了，所以就是主要是心态的问题。是的，得失心还是重的那肯定的。我觉得，那这个颈椎出问题，因为以前知道，大师兄就是男秘书，颈椎老是出问题嘛。他不是男秘书，他是工作人员。颈椎老是出问题。对，我老是说他就是小少爷，我说他就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嘛，
就少一点就说是颈椎出问题，哪有那么严重？如果自己颈椎出问题之后连站都站不起来。对，就颈椎出问题这个事儿，反正得病这件事情是真的你感知不到的，是别人是无法感知，你只有你自己知道。哎呀，所以说人不能体会另外一个人的感受，所以说你黑的痛苦，你肯定感受不到。哦，对。然后其实颈椎的事情，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讲，就是因为你脖子不太行，然后我就跟大家说一定要注意颈椎。是，那个痛苦不是正常人可以承受的。是的，当然是，虽然是个不致命的东西啊，但是其实对你的精神是致命的。对，但牵引有用的，对吧？但是牵引完之后，你的小关节全松动了，就是变成就你的脖子不稳定了，所以就是你的脖子就会出现，这脖子不是你的感觉，就是你有时候感觉不到你的脖子，然后反正当然了，就是牵引完之后你不疼了，如果你不牵引的话，你就会就是头疼欲裂，是这样你无法思考。像我这种人不能想问题，是的，那真的对吧？是人类的一大损失。这彩虹屁植入的是不是很好啊？好，那工作其实颈椎也就蛮影响工作的。工作中遗憾的事情应该也是这个吧，就是由脖子不好引发的一系列。对，是比较遗憾的，脖子断了，不是，不，别听他胡说啊，不是脖子断了，是颈椎出了问题啊，那看看啊，每天一个养生小技巧啊，养生小技巧难道是牵引吗？说和唱都要注意身体啊，会的，就唱注意吧。不，自从叔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以后，其实我就很注意脖子的问题。因为我还是想让脖子是我的。对，你用到脖子的机会也不多啊，对吧？胡说！我打戏，你用好一下，你知道那甩头？你是用脖子打吗？不是，你比如说打戏，突然发现远方有个敌人，你需要在0.1秒之间把你的脑袋给转过去。对，但是如果这个脖子不是你的，你就转不过去了。这时候你的武术导演就会说：“你怎么回事？你这种动作要脆一点。”我脆不了，对不起，我脖子断了。就很尴尬。他这被迫害妄想症，不是真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刚开始在那个藏海花那会儿，不是那会儿跟凯哥他们一起嘛，然后就训练，就说一定要在影视作品里，你的甩头一定要脆，要不然就观众感受不到你那个危机感。对。所以，那你甩头甩多了，脖子会好的呀。你不要360度甩头。我一开始练的时候，后来这一条抽筋了。对，肌肉问题是小问题，骨头问题是大问题，一定要注意骨头问题。好，都注意啊。哥，你别说打戏了，一直被打啊，被打也是需要这个。被打也是属于打戏的呀，是吧？被打更需要甩头，打一下砰，那个做反应，其实很那个。很多人想要买我这顶帽子，然后把链接放来。链接，这个帽子是几号链接？然后助播啊，没有助播啊。好，为什么我们不做直播带货呢？直播带货是一种什么活动？他做过一次。我做过一次，但是就比这个要难。直播很难是吧？对，因为你要不停的介绍产品，然后跟弹幕互动，然后再要讲你，比如说这罐可乐啊，当然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。这罐可乐，我们就要讲它为什么跟别的可乐不一样，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喝这个可乐，喝了以后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，然后它这个体积大小，在什么时候是最方便的？为什么不选择大的，要选择小的？就是它有很多东西，而且你要试喝。那这些东西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话。你如果不发自内心的话，大家就很难相信你，就不会买。对，所以那个系统就跟这个系统又不一样。就首先自己得相信。
你得先去试，比如说你要什么那个面膜啊之类的，你就要先贴，然后看看好不好。然后确实好才会确实好才会买，要不然广大消费者又不是傻子，对吧？啊，我给你1个亿的坑费呢。就是我可以愣说，1个亿，神经病！我当然可以随便说了啊，就好就他就最好啊，但是我可能就是1个亿里包含就是被消费者就是投诉，然后要起诉，退货，对对对，就是这1个亿你也赚不到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现在好像这个也比较复杂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打直播带货最那个的还是卖方便面。方便面确实，就觉得嘛，方便面很稳定啊，是很稳定。然后，只要你吃方便面吃出你的学问来样子，然后你告诉别人这么吃那个好吃，那么吃这个好吃啊，就搭配秘籍。好，这我们这个是临时加的环节。对，临时加的环节啊，就是我们今天的1号商品，1号当然没有链接啊，就是我们这本书，世界，南派三叔著。南派三叔重磅新作啊！死去6年的人在他的梦里复活了，决定这个世界命运的是我们内心的善恶啊！是非常文化沙漠啊，非常哇，就是非常哇哦的，就是来用重点蚂蚁精灵。你看啊，封面就是简洁里带着深奥啊，可以看到这个它是有一个从中间劈开了，就好像这本书是裂的，但是其实不是啊，它寓意着什么呢？撕开世界的裂缝，发现隐秘的未知，他们究竟是病人还是囚徒？啊，很深啊。然后它里面，好了，我很尴尬，来，哎，好，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。我们就下一个问题吧。啊，如果就是想一探究竟的朋友们，可以上购物平台去，世界啊，就是我们三叔今年比较开心的一件事。